hijack 位，我拿 KK 我 raise 到6000，八藤位跟住，小盲位跟住，那这时候大盲位直接 all in， 那我一对 K 我当然轻松的跟住，后面原本2个跟住的玩家弃牌，然后我看到大盲位是什么，就我是看不到的，我感觉就是在乱打，就在送钱嘛。这场锦标赛呢，我有进入前圈哦，跟大家讲一些有趣一点的手牌我觉得有趣一点的手牌发生在这个盲注1000、2000的状况然后这手牌呢是我在 hijack 位 raise 到4000，小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我也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职业牌手，他选择了跟注，然后大盲位弃牌，所以是一个单挑底池翻牌是 Q64 Rainbow， 然后有一张黑桃，底池12000，他 check， 这时候我的7-7，我认为我可以有一个混合下注的策略，我觉得可以 check 也可以下注，那我当下选择了 check， 然后转牌是一张黑桃5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盲注位又 check， 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呢，我的7-7很明确就是一个领先他的范围，然后我也觉得可以价值下注，所以底池12000，我下注了6000，他跟注，然后合牌叠了一张 Q， 变成是 Q645Q， 后门花还没有开，他又 check， 这时候呢，我的7-7呢很明确是一个价值下注，我认为7-7以上的手对都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下注，底池24000，我选择下注12000，这时候非常有意思他选择了 all in， 他 check 之后 all in， 然后 all in 总共是38500，38500我是有效筹码，因为我只有3万，我合牌剩下38000，他其实比我多一点点。那我当下想了一下，其实没有想太久，就很快就跟住。那我认为他的范围里面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炸胡呢，就是一些转牌可能有对子的手牌，有一些摊牌价值，但是知道合牌不会。那是这样什么？譬如说，我觉得可能是一些 A4、A5、A6甚至是一些什么 K6 同花，但我不知道盲注会不会跟到 K6 同花，可能不会。但我觉得可能是类似这样的手牌，就是有摊牌价值，然后合牌转炸，那也不一定要有摊牌价值它很有可能是什么 A7， 然后转牌有一个双头顺，然后合牌看到我下注之后呢，他觉得知道这个又没有办法赢，所以他就 check all in要炸我觉得这很合理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我认为7-7以上的对子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但我知道很多玩家说，你看合牌叠牌 Q 3条 Q 都很有机会在对方的手中，但你要知道其实是对方如果3条 Q 翻牌一定会 check， 但转牌他的 Q 的顶对很有可能会下注，甚至是合牌3条 Q 的话，他很有机会会自己选择下注，所以我认为以一个炸胡跟价值下注比例来说呢，我认为7-7以上的对子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要去抓炸胡的手牌所以我当下就选择了跟注，然后他一定要开牌嘛，所以他开的是 A5 方块，A5 方块就是翻牌 check 嘛，他转牌中了一个5的对子，那他跟注当然是很合理的我的范围里面会有一些炸，那合牌了知道他的这个5的对子扣也不会赢，所以他选择 all in 炸，所以我觉得这手牌我觉得双方都打得不错刚好就是我的牌比较大一点，因为这一天打到比较后面打到1500、3000，这个时候呢是到决赛桌9个人，然后7个人前圈，这手牌其实跟大家看一下就没什么教学意义就是我在 hijack 位，我拿 KK 我 raise 到6000，八藤位跟住，小盲位跟住，那这时候大盲位直接 all in， 他 all in 好像什么16万之类的，然后我只有82500，82500是接近27个大盲，那我一对 K 我当然轻松的跟住，后面原本2个跟住的玩家弃牌，然后我看到大盲位是什么 K9 同花，就我是看不到的，他可能在想要施加压力，或者是我感觉就是在乱打，就在送钱嘛，然后他就是 K9 同花直接 all in 16万之类的，然后我当然就是 KK 的跟住，所以我就从这边筹码翻倍嘛，从82000多打到15、16万。今天这一天呢赛事呢就结束，然后进入到第二天。第二天的话呢就是决赛桌，我记得是剩7个人。好 ，Day 2呢，我有记一手牌我自己觉得事后，我觉得这手牌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不过还是跟大家讲这手牌呢是在这个3000、6000的盲注级别，然后 Day 2呢是已经进入前圈，我不确定剩几个人，但是一定是少于7人。那我在 hijack 位呢，我有11万的筹码量，3000、6000，我选择加注到12000，这时候我是90黑桃 ，CO 位玩家跟注，单挑底池。翻牌是 J87 Rainbow， 所以我中了一个顺子，底池39000。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混合策略，我可以选择下注，我也可以选择过牌。那我当下选择下注13000，CO 位玩家跟注，转牌来一张红桃8，就是说是叠牌8，然后又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底池65000。我当下选择了一个 check， 事后我觉得90应该是下注比较好。我觉得比较好的过牌，如果真的要有低频率的话，可能会是一些 JJ。我觉得 JJ 好处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我今天是拿顶 set 的话，它有 J 的能够持续跟注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觉得我的手牌呢 ，JJ 也不需要保护嘛，因为合牌不管是再开一张叠牌，不管是开8、开 J、开7、开红桃，其实我的 full house 都不受影响。但我觉得顺子来讲的话，理论上没有阻挡让它顶对的跟注范围，然后又应该要有一点保护的下注的话，其实我觉得90应该下注会比
过牌来的好哦。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当下选择了 check， 然后这个时候对手也 check， 然后合牌来一张后门花的红桃3。那我不确定翻牌 J 红桃在不在上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差别。如果 J 红桃在上面的话，它有后门花的机会就更少。那如果 J 红桃不在上面的话，代表说它有可能有10J 红桃、JQ 红桃，所以我记手牌的时候，其实当下我有录影，但我不确定 J 红桃有没有在上面。反正不管怎么样，合牌开一张后门花的红桃3，但我觉得以我的顺值来讲，基本上我准牌已经 check 的话，我觉得合牌我应该是可以选择下注，拿到最后一个 J 的价值下注的手牌范围。所以当下呢，底池65000，我选择下注了3万5，然后 Hijack 玩家跟注，然后我摊牌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开牌，因为他就输给我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手牌转牌下注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最后面呢，我是打到了第3名，剩下3个人的时候呢，我在bottom位有16万的筹码量，16万的筹码量呢是20个大盲，所以是4800。然后这时候我拿 A9 不同花，那我觉得我有几个选项，第一个我可以加注，第二个是我可以直接 all in， 那我应该不会有一个平跟的策略。然后这时候的筹码分布呢是小盲位跟大盲位呢筹码量都差不多，那大盲位的筹码量更多一点，那我是最少。大盲位又是这个泰国的职业玩家，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一个他翻牌后基本上比较不会犯错，然后他翻牌后也打得不错的话，我觉得 all in 不会到太杂，加注也可以，我觉得 all in 也可以。反正我当下决定 all in。我觉得如果同花 A9 我偏向小加注 ，A10 我也偏向小加注，因为翻牌之后的可玩性比较好，然后 A9 的连接性比较差嘛，这是一个很直觉的概念。然后大盲位是 KK。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小加注他 all in， 我觉得 A9 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所以这手牌结果论来说，不管怎么打都是要死啊。就是我直接 all in， 然后他是 KK 他跟注，然后我就出局了第3名。这场1万5的赛事呢，获得第3名，奖金是99000马币。我记得我有重买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这一些5万的豪哥赛所以其实在这一场比赛拿到99000，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接近打平。然后最后一个当天出局了之后呢，我马上做了一个休息之后呢，又打了一场1万的一个单日赛，都是比较多熟面孔因为1万马币大约也是要6-7万台币大约超过2000块美金。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讲，其实不是这么可以接受的一个报名费的区间。这场比赛呢，最后有37位玩家参赛，那我获得的是第5名。也就是说6人前圈之前呢，我是没有记录太多手牌，然后我也没有录影。但是在6人前圈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录影，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些有意思的状况。首先是6人前圈的当下呢，下一手牌就是我在大盲位，然后这个时候呢是1000、2500、2500，然后小盲位呢大约有15万的筹码量，他选择了 limp 平跟，我有 Q2 不同花，我记得我筹码量大约是跟他差不多接近15万，然后我选择了加注到7500。我选择加注到7500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Q2 不同花，它的翻牌后的可玩性很差，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混合的炸胡的手牌范围。小盲位 limp 之后，他选择跟注7500，然后翻牌是 J96 不同花，然后有一张黑桃的牌面，底池17500。这个时候呢，他 check。我觉得在一个单挑双方都有很宽的范围的时候呢，我不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100%的持续下注频率，所以我觉得我的 Q2 呢可以放在一个翻牌偶尔 check， 然后考虑转牌或合牌来做炸。所以呢，我也 check 转牌，这时候来一张黑桃9就是 J96 Rainbow 有一张黑桃，转牌有一张黑桃9，一个叠牌，然后小盲位有 check。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第一个我的 Q2 就可以考虑炸胡，原因是因为我会 check 很多9的范围，再加上他 check 2次，其实蛮示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炸胡。底池17500，选择炸胡，下注8500，然后小盲位跟注，合牌来了一张 K 不同花的 K， 底池34500，这时候小盲位 check。我当然决定就是我要么就是 check， 要么就是选择下注炸胡。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下注的话，我的尺寸会是什么？如果说我今天有 Q10 是顺子，或者是我今天有 A9， 我觉得我都会选择一个大尺寸的下注。所以我当下选择就是一个满炮34000，然后呢，这是一个限时的锦标赛嘛，所以他用了4个 time bank，4个 time bank 是2分钟，一个是30秒，所以他想了2分钟之后呢，他决定弃牌，所以我就成功的炸胡赢下这个底池。然后下一手牌是 CO 位，CO 位是一个筹码最多的玩家，他大约有30万的筹码量，1500、3000、3000的前注 ，CO 位加注到7000，我在大盲位有18万的筹码量，跟了一个 K3 红桃，翻牌是 KQ6 3张黑桃，底池18500，然后我 check DO 位的玩家下注5000，那当然我顶对是一个明确的跟注，然后转牌是一张叠牌6 KQ6 3张黑桃，然后转牌了一张6，底池28000，我 check 他也 check， 合牌来了一张 Q， 变成是 KQ
Q6 我觉得我的 K3呢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用不到 kicker 的顶队。那这个可不可以下注呢？我觉得我宁愿下注一些比较好的 K 哦 ，kicker 用得到的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放在合牌 check， 甚至很明确可以抓炸我的手牌。那当然我合牌 check 之后呢，他也 check， 那我当然就知道我的牌一定是最大的牌啊，所以我摊牌，然后对手就没有开牌，他就输了这个手牌，所以我就赢下这个底池。这个时候呢，进入到剩下5人的状况，跟大家讲一下发生什么状况。然后这手牌呢是2000、4000哦，我在 hijack 位加注 J10 不同花，我加注到8000，然后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翻牌是 Q53 Rainbow， 底池22000，大盲位 check， 然后我持续下注了一个7000，大盲位跟注，然后转牌了一张10，然后底池36000，他 check 哦，我这时候中了一个中对嘛，我也选择 check， 然后合牌来一张叠牌3，大盲位下注22000，底池36000，他下注22000，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抓炸胡的手牌决定，我要不要抓炸胡？我觉得是根据说，我认为他在翻牌跟注的范围有多宽。那如果说他跟注范围非常的宽，会有4、6同花、6、7同花，甚至是一些很随机的什么 A4 跟 A2，他会不会炸胡？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他会炸胡 A2、A4，还是一些随机的手牌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明确的跟注。但是说实话，合牌开3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的范围里面3的范围也比我多。好，反正当下呢，我决定拿10J 啊，就转牌一个中队去抓炸。那我看到的是它是一个 Q9 是一个顶队，所以我这手牌呢输了一点底池。破音了。哦，好，输了一点底池，但是又破音了，但没关系。然后呢，下一个盲注级别是2000、4000啊，我在 CO 位我有14万的筹码量，我加注到8000哦，我是 Q9 不同花，大盲位有1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翻牌是194 Rainbow， 底池22000，他 check。这时候我的中队呢是一个可以价值下注的手牌，尤其是很不错的 kicker 啊，我选择下注7000，然后大盲位跟注。转牌来了一张3啊，底池36000，那我的中队就是一个明确的 check， 他 check 我也 check， 然后合牌开一张8，36000的底池，他下注12000。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中队跟刚刚一样的状况，就是我输顶队，但是我赢中队，然后我还赢一些随机的炸。所以我觉得对于大盲位范围很宽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尤其是他又选了一个1/3的尺寸哦，这是跟刚刚同一个玩家，就是我他 Q9 那个，这是同一个玩家过了一圈之后，然后他开一个 Q4 是什么？翻牌是 J94 Turn 3 River 8，所以他 Q4 做了一个阻挡下注。那我觉得他的 Q4 应该就是一个很明确的 check， 就是他下注没有任何意义嘛，因为如果我说我是77的守队，66的守队，其实他也输给我，然后任何的9或任何的10他都输给我，所以除非他觉得他这个下注我会拿 SIK 还很高频率去支付他，但我觉得这个阻挡下注不是很好反正我是看不大懂，所以他就是下注之后呢，我拿了一个中队就跟注，然后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所以如果根据他会下注一个 Q4 的话，其实我觉得上一手牌，我觉得10J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最后一手牌就很遗憾了，这手牌呢是5人桌，我在小盲位，盲注是2000或5000，我有大约10万的筹码量，我拿 AJ 不同花，这个有很多种策略第一个我可以平跟，第二个是我可以加注到3个大盲，第三个是我可以直接 all in。那我觉得 AJ 是一个直接 all in 当然是可以，但我觉得我宁愿我加注，然后他会拿一些更弱的牌去 all in。那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再加上 AJ 其实翻牌后其实蛮好打的，所以我当下选择了一个混合 limp 或混合加注的策略。那我当下选择加注了3个大盲，这时候对手直接 all in， 他比我多，那我只有10万，就是20个大盲嘛，那我当然就跟注。他是 A5 不同花，翻牌转牌都没事，然后合牌开张5就出局，是第5名。第5名是29700，这场比赛我买2次所以实际上才赢9700。那这一个系列赛我总共前圈了6 max 9800。第3名99000嘛，然后这玩29700是开出多少？接近14万。3个前圈3个都决赛赌，因为人都很少但是其实我的买入其实也差不多接近10几万，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输赢。比较可惜的是主赛事就是很多的筹码量，然后连前圈都没有进。3个前圈我觉得算是不错，因为总共只有7天嘛，7天的话加重买可能10个买入有3个前圈，我觉得算是非常的可以接受，然后没有打到后面。但我很期待他们下一次再举办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亚洲很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赛事的环境非常舒服。所以 Poker Dream 在这一次的赛事呢，我觉得整体的赛事体验是非常好，再加上它周边呢其实是一个购物商场，所以你要吃喝玩乐，还有一个游乐园，基本上能够解决大部分玩家的生活所需。就算你是带家庭来，你的老婆跟小孩呢可以出去玩，可以去逛街你可以放心的打比赛。所以我觉得整体的环境我觉得是很舒适，然后我甚至在这边剪了一个头发，然后你要喝珍珠奶茶这边也有，然后你要吃台式、泰式、欧洲的当地的食物，什么东西都有，整体的体验是非常的好了。那我觉得下
下一次再办的话呢，我还是会再来。所以这一个系列赛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影片，或者是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我的频道。我是小 P，大家拜拜。